大家好，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在印度参加了许多家庭庆祝活动和聚会，其中那些比较传统的，对我来说最特别也最有意思。我去到一个印度亲戚家，这是一个特殊的场合。我穿着印度传统丝绸纱丽，戴着黄金耳饰和手镯，头发上扎着一串茉莉花蕾。当然，还在眉间点了bottu。我下车的时候，把纱丽拉到脚踝处，慢慢地往亲戚家走，小心不要踩到大门外和正门前画着的寓意着财运和福气的色彩缤纷的印度传统壁画，本地人称之为mugu。我把鞋子脱掉，放在房门旁边，注意不要放在房门的正前。进入时要先迈右脚。进门时，我微微低下头，以免触碰到正门上方名为 Toranam 的漂亮芒果叶和花环装饰。一进入室内，我就闻到了由黄菊花、樟脑和晨间 puja 使然的香所混合成的香气。我向室内的大家问候一声 Namaste。主人们欢迎我们的到来，并带我们到房子里举办 puja 的地方。经过简短的仪式后，主人们会给客人一种吃的叫 prasadam 和一种喝的叫 tirtham。现金礼物通常是一个封好的信封里装着钞票和一枚硬币，因为这里讲究现金的金额不能以零结尾。客人一般不会在公开场合里送，会在私下里把这个信封送给主人。大约30人左右的小聚会，主要是一些亲戚和主人的亲密朋友们。这些人就把主人家的沙发、椅子和床的空间都坐满了。坐不下的人会舒适地坐在地板上，就算穿着精致的丝绸纱丽和熨烫平整的衣服的人也一样。我会和亲戚们聊天，也会和亲戚家的小孩子们玩耍。我注意到，在印度传统的家庭聚会中，从客人来到主人家那一刻起，客人只在很短的时间内保持来宾的身份，之后客人和主人就没什么分别了。客人会带主人们迎接新来的客人，跑腿儿、做饭、盛饭、端茶、倒水、收拾等等。这些事情做起来并不轻松，不过人们很自然地乐于提供这些帮助，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知不觉已近中午，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午餐会在最大的房间里，通常是客厅里进行。等客厅里的人离开，打扫干净地面，铺开席子，摆好香蕉叶，就开始上菜。因为人比较多，会分先后2批吃饭。等第一批人吃过后，帮忙的客人们会收拾、重新整理席子和香蕉叶，然后轮换第2批人。这里吃饭是分餐的，每一种食物都会按照特定的顺序依次放到香蕉叶上，最后放好酥油后，大家就可以开动了。当然是用手吃饭，用手吃饭对我来说还是很难驾驭的，所以我很快就拿到了一把勺子。帮忙盛菜的客人会劝大家多吃点，每道菜多盛几次，在这里很常见，而且大家也都会一如既往的吃多了，把饭菜几乎都吃光了。最后吃饭的那批人是先前帮忙的客人，吃过饭的人也会同样的帮他们盛饭盛菜。像这样的活动往往会持续1整天，对主人和客人来说都可能会很累。床、沙发这些通常是要给长辈和婴儿用的，而且通常还不是很够用，所以其他人，包括孩子，就会在下午的时候躺在地板上，手臂当枕头，在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远离室内通道，快速地打个盹儿。虽然可能会有点挤，但是没有人会介意。等到大家都睡醒了，简单梳洗一下，大家聊着天，再次喝着奶茶或锅里咖啡。
在客人离开之前，女主人会向所有女性客人按传统惯例赠送 tambulan， 以示对客人们参加聚会活动的感谢。当我们轮流触碰长辈的脚时，他们会在我们头上洒下 akshandalu 来祝福我们。与主人告别后，我回到车上，走路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脚下，以防被沙砾绊倒。在我们坐车回家的路上，当我回想这一天时，许多印度人仍保持并遵守他们古老的传统礼仪和风俗习惯，这让我既感到惊讶又印象深刻。在21世纪的印度，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与家人们一起参与的所有这些活动，每一次对我来说都是特殊的、难忘的人生经历。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都有其独特的传统和风俗，它们的内容是如此宽广而又如此多样化，以至于不管有多少人在记录、探讨或制作相关的视频，都仍是在探索阶段。那么，您所在的国家、地区、氏族或家庭都有哪些有趣的或特殊的传统和习俗？欢迎大家在下面的评论区里留言分享。谢谢收看。